占优势。所以看一下伊萨在这一小局能不能快一点的去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吧。那这一局的话，看到选择到的是红色方，然后第二局的蓝色。第二局先把敖引搬掉。那伊萨这边就是鲁班纳士跟盾山的比例，把这两个给处理掉，然后第二局就看他还搬不搬这个关羽。搬关羽就是指明伊萨搬这个盾山，搬的是钟馗也是一样的。想 B 搬一手鲁班，想 B 搬一手盾山。但如果盾山放出来的话，其实伊萨有东西打，他把武则天搬了，这样盾山第二季就看他要不要接了。因为最近有盾山放出来的时候，也有蓝四方不接的。如果选择接了的话，伊萨这把可能会考虑拿苏烈或者张飞去打到一个对位了。苏烈不错。苏烈加吃叉也可以。预判对面艾琳。哦，但吃叉好像用过了。对，伊萨前面用过了。选择了戈亚，同样和苏烈的搭配强度很高。这样艾琳还行啊，艾琳打戈亚。没有舞伴的家伙。中路没有武则天了。太可疑了吧？要不然就直接没有出对抗，出了海月。但对面苏烈的话，再配一手3楼的圆坦，这个海月就会变得比较难受。会变成一个双前排。看一下伊萨要不要出元弩来了，苏烈加圆坦，最近经常看到了去打海月。后边就直接搬哪吒、司空震。对，司空震得搬一下，司空震、哪吒，再加个大司命的话，应该就这3手位置。第二季搬的女娲。中轴要去和海月抢到一定强度的话，沈梦溪其实还在。是的，沈梦溪可以远程给伤害，然后中路线权也不是很弱的情况之下，这个阵容正面强度就会很高，就看第二季搬不搬了。第二季没搬。伊萨最后一手给到凯，感觉他中单有点想拿嬴政的意思啊。没人能在喵的还是拿了沈梦溪补强一下中路。但是他没有搬司空震，所以花园这把司空震是比较好用的，或者是芈月啊，因为对面前排好多呀，甚至吕布、蒙恬加镜吗？要出野合，但是镜的话对面是圆坦，不是很好发挥。阿古朵加蒙恬，这个组合也好久没看到了，它是一个召唤流组合呀。是的，正面推荐能力确实很强，打平推的这套阵容。那看 fly 拿什么了？打蒙恬、曹操或者是影都可以。其实按照他们这个赛季拿到的还有一球就是猪八戒，但这样的话就有点太肉了，那就是真拼切就切不了。对的，这样猪八戒走对抗的出暗影战斧那一套，输出流当站边去玩，打蒙恬。最后还是选择了曹操。加这个阵容没带线。他完全依赖于自己正面的平推强度，就是只能看正面给的压力有多大了。边线上的话，肯定是比较不好管这个曹操的，要不然后边就让海月去管。因为海月去边路带线的话，对面来抓他，他起码开个大招能拖到队友支援过来，这样就会变相的引发一波正面的团战。但这把的话，海月他是需要去吃到一定的经济的。第二局这把。他什么时候等到蒙恬这边可以支援到正面来的时候，他的这个推进节奏就会更加的起势一些。但整体他们还是需要保持一定的这个身位的，利用自己的手长去打消耗、打推进。可以理解成我们今天看到的那把公孙里李元芳打对面梦琪那种腿短的阵容啊。阿古朵跟艾琳也是一个双射手的这种性质的组合，没错，打到的也是苏烈、圆坦这种偏笨重的前排吧。没错，你只要保持好自己的身位，卡好攻击距离，一直去抽对面的状态，那对面就只能去找一些绕后的方式去把这个团开起来。如果对面开不起来，只要你规避掉了，你进行反打就会变得特别好打。
所以这就意味着第二就是把他们的一个开团的话不能够特别的着急啊，这就是我觉得这就是非常考验他们是否能够把自己的节奏稳定下来，像他们前两把一样求稳去打的一套阵容。没错。而伊萨的话就相反了，他们这把的中野辅强度其实是非常高的，而且他们的开团点上面有圆坦和苏烈顶在前面的话，他们需要给到海月一定的一个压力，给到他大招释放一定的一个压力，然后同时沈梦溪加上戈亚的扑伤害能力同样也是很高的。再加上亮宇这个赛季的戈亚还是蛮亮眼的。这把中期的话也有曹操的一个单带，他们可以利用边线去做到一个牵制，所以看一下伊萨这把能不能够发挥出自己阵容的一个特性出来。进入双方的这一小局，蓝色方佛山第二季，红色方武汉伊萨 Pro， 我是解说一血，我是解说潇洒。这直接双闪都交了，没商量好吧？其实交一个闪就行了。是的，他怕苏烈直接就一技能3段拍起来，但其实圆坦也只有1级啊，他什么也做不了，就只能平 A 平 A。但也能够感觉到，就是伊萨他中野辅在前期的这种强度。对，那第二季这边确实是有点敏感了。其实刚刚苏烈1级，圆坦1级没什么杀伤力的。最多交一个闪，最多交一个闪，但是他俩没商量好，2个闪全交，打的相对比较偏谨慎一些。倾听成鸣，下路这个劣质是亮宇这边拼到了，局限优势凝聚。因为盾山是选择往上转的，是帮忙空对抗龙空间之灵的。阿古朵已经收完 buff 了，圆坦是因为中线开的，所以他半片野区还没刷，让队友帮忙提速。严阵以待。怎么感觉亮宇这个开局是3野全收呢？1打1，他的经济上面的话是比较高的。这波盾山也要支援过去了，但是伊萨的人也在往后绕，红区卡了过来。阿古朵想往下支援，但发现伊萨人退了。这套阵容第二季是相对偏笨重一些的，也是那种围绕着兵线去做推进会比较理想。但伊萨的阵容也没有那么灵活，就是他的阵容上也就曹操一个单带点，就苏烈跟圆坦2前排也是以正面环战为主，所以第二季他选择在4、5楼补了个阿古朵加蒙恬，就是在正面对顶你双前排的时候不会太烈，给你足够的压力。这波上路的2-2对抗，阿古朵是收完了赤甲，那伊萨上路空间阵也是可以拿到的。4个人。就看4分钟那波龙团，理论上第二季是要换龙的，不要跟伊萨打这波。但有海月，有蒙恬，是有机会的，对的。就如果说海月这边是把圆坦拉走的话，外面的一个4-4对抗上面开大的蒙恬是可以去和对面做博弈的，是的。所以就看第二季的选择，伊萨下路场先动手了，大闪直接拍，艾妮交了一个闪现，同时开了一个大招给到加速，往后拉扯。沈梦溪跟不上啊！如果再来一个沈梦溪的撞，而且戈亚没大，只有小 A 的苏烈是一个全技能。沈梦溪离太远，戈亚没大，戈亚大招是刚刚打完了先手之后才好的，没错，就显得伤害差很多。哎，海月这波是往上转了。那这条龙伊萨应该是能稳定拿到的。是的，这边是蒙恬骗了一手，曹操想要去带，直接被海月的大招给带进去了。完了，弗莱这个位置要死了，有一些难受，被海月打了一波状态，一技能再划了过去，直接拿到了第1滴血。其实，在4分钟之前，第二季的这个站位就做好了一个换节奏的准备。然后蒙恬想传的时候，弗莱却打断了一下。
刚好旁边蹲了一个海月，就把他带进去了。感觉这波第二局是有设计的，因为海月他是提前在那长腰草里面蹲了比较久的时间嘛。是不知道是不是花园有意在勾引，在骗有可能是，就勾引曹操过来断他。但他们理想的节奏已经打开了。是的，你拿龙，我在上路出一波节奏。看到实时预测上面17位嘉宾看好了佛山 DRG，5位看好了我们 Hansa Pro。然后下路的外塔艾琳也是率先拔掉，伊萨是有点想起动作的，但是苏烈现在没有闪现啊，不太好开在正面。但是 DRG 我刚看到2个人都在点撤退，对就是这个塔如果伊斯塔强攻的话，他们是准备放了换节奏的，但伊斯塔不打了，把线运过去又各自回线了。戈亚在上路清线，下路想要尝试打进攻，其实少了个射手啊，不好打。阿古朵大招打得还不错，海月的这边要准备大招带走人了。拉进去了以后，在外面这个圆坦地线都有点扛不住，蒙恬再来一戳，圆坦是交了一个大招往后走，但是在正面幻境当中出来的人，苏烈直接被手尸。蒙恬第一时间应该能够扛住，交了个闪现往后撤退。感觉伊萨现在组织的这几波进攻，他的一个主力的输出点或者是一些关键的仗势技能，都还没有准备好的情况底下去打了一些正面的团战。打出来的效果就是让对面拿到了优势。而 DRG 的话，他们目前的这几波支援，然后包括他们的这个理线，还是打得非常协调的。其实理论上，他们如果要打野区进攻，肯定是戈亚在正面的情况，最好是保戈亚拿个红，让沈梦溪跟戈亚先打前置的伤害，因为你不论是抽到海月也好，还是抽到艾琳也好，他们短时间内是状态回不上来的。就如果沈梦溪炸的比较好的情况之下，会让他们的团战变得轻松一些。但是他们没有这种前置，甚至戈亚还是要去上路清线的情况之下，他们进了野区。而且现在这样2波打完以后带来的结果是什么？首先，这个阿库朵现在打得非常痛，他是有一定伤害的。还有就是海月现在可以随心的去拉走一个人，他现在打苏烈很痛的。对的，苏烈没被动进去是要被海月直接给杀掉的。他不用特别担心对面的这个双前排，因为在外面4-4对抗上面，现在 DRG 是有对抗强度的。对，主要这个蒙恬能顶得住，是的，把伊萨的众人赶走。而曹操现在的经济还没有蒙恬经济高啊，他想一个人对盾爱这个组合形成威胁也不现实，非常的困难。奔狼想冲一波，但是对面直接撤走了。哎，这个位置是大闪砸，但是盾山是有大招霸体的，利用霸体规避了一下。阿古朵是扔了一个大招。这波DRG都是用一些小技能去顶掉了伊萨的正面一波冲击。看一下左侧经济排行榜，目前小阳的阿古朵是5600，排第一。后边紧跟着的都是伊斯大的人，是的，一个戈亚，一个圆塔。其实戈亚经济挺好的，只要保证他拿红。这波还有9秒刷，但就是有一个点，对面的前排太硬了，是个蒙恬，戈亚太难处理了。戈亚这波先手打艾琳，打到了一个半血，消耗了2，戈亚没大了，那这样 DRG 要控这个红 buff。是的，阿古已经进来了，蒙恬卡好了位置，蒙恬可以开大顶上去的，开了一个大招卡住对面的一个圆塔，圆塔这边一波反砸，但是阿古的大招砸的也不错，碰到对面2个。红 buff 已经被控了，没错。上路的话 ，DRG 可以顺带推个塔，又破了个2塔，真的是收获满满。单西撤2000的经济领先，再控一条主宰，顺路收一路资源。现在这个花园的蒙恬是非常能扛的状态。海月现在随便大招先选择一个人带进去了，把这个团战开起来。第二局是有接驾能力的，而伊萨得考虑护一下亮宇的输出环境，因为他现在目前是队内输出相对来说最稳定的一个点了。但是他的红 buff 被控了，其实他很难打得动蒙恬的，这是个问题。大家又想打红区，先消耗了盾山的状态。盾山是个半血，但这个红 buff 刚开始打。有机会，蒙恬开了一个大招在侧面劝退，沈墨熹大招再一砸，想护一下这个红，这个红应该是蒙恬拿到了。正面的话，圆坦是会卖的有点深了，而且戈亚这个位置闪现也被对面给点了出来，赶紧往后走。
苏烈这个位置被动也被打了出来，曹操被海月带进去了，我就在里面盾爱杀掉了，直接切后排了切到了后排的一个位置，然后闪现再往前做突进，双 C 全部被这个盾爱切死，梦兰拿到2连击破。完美团战0换5，是伊萨要打第二季的红区，被第二季来了一波防守反击。先是圆坦低状态的情况之下，还要大招砸进去拼城，结果没有拿到这个红 buff， 想走就被集火直接带走了。然后旁边柚子的海月也是比较果断，人群当中闪现进去，把曹操给拉了，就没有人能威胁这个盾爱了。这盾爱自己从红区的另外一个口子追着伊斯塔的后排打，对，一路追。然后这蒙恬打到后边都是几乎满状态的，没人管。这伊斯塔的阵型被拆的非常的零散，没有办法打激活。而且这么打下来的话，他们的经济差也是被对面拉的比较开了。10分钟这波龙，伊斯塔依旧想要去拼，但看一下第二季的站位。先过中线，正面不着急，优势方肯定不着急跟劣势方拼城。没错。伊斯塔是想拉龙的仇苏烈恨，是一个全技能啊。龙拉脱了。是的，龙被拉脱。但是蒙恬这位置消耗了戈雅，戈雅直接秒了。状态被打得太低了，关键的输出位置瞬间被秒掉了，原彩在里面直接被融化掉了。苏烈这个时候绕后碰到的是一手蒙恬，那这边的话，艾琳和盾山直接突进到了后排的有位置。一波完整的兵线呀。有机会吗？感觉可以尝试直接打一波的，毕竟有阿胡朵和艾琳在推打速度非常快，而且后边还有兵线。10分钟的一个时间，这一局第二就是一个10-0的人头比啊！这里海月直接拉曹操，曹操等线进来就可以不用管曹操了，兵线进来点掉水晶，11分钟的时间，让我们恭喜佛山第二季3-0拿到了一场在 B 组的大胜。这是一场非常关键的比赛，对于第二季来说，以3-0的大比分打开了自己在第二轮的赛程，将会给到他们第二轮很大的助力。而且对于第二轮 B 组的队伍来说的话，它就像是一股巨浪，但是到底这个巨浪会淹没你，还是让你激流勇进，最后破浪归呢？让我们拭目以待。现场的采访已经准备就绪，让我们把时间交给主持人。好，欢迎来到赛后赛，我是殷凯。今天邀请到了花园来跟大家打招呼吧。大家好，我是花园。欢迎花园，今天感觉怎么样？上来一个3-0开启第二轮啊，感觉很舒服吧？感觉很舒服。哪一局感觉打得最舒服啊？感觉就是每把都挺舒服的。每把挺。哎，我发现你们这个 BB 的策略好像都以快速推进为主。今天是抱着这样的一个目标来的吗？没有，因为我们上一轮输的比较多吧，然后现在这轮比较清晰了吧？哎，比较清晰了。是的。哎，是因为输的多清晰，还是因为中间教练带你们做调整了清晰了？就是我们不干扰残剑 BP 就行了。哦，但是今天看你狠狠干扰了一下子呀。啊，那把嘛，那把就亚莲那把呀。主要第一把你知道吧？先来个旧时代的残魂，唤醒一下我自己。哦，那其他的英雄有机会唤醒一下吗？我看好多人都开始许愿了，尤其在你那个时代过来的人都是积小满。有机会会拿的吧？有机会。哎，但是我们要聊聊你那把亚莲，你个人是怎么判断这个事儿的呢？你觉得好打的点在哪里？跟大家分享分享。就是对面没有射手，然后打不死我吧？啊，你会觉得比较的全能。是的。哎，但是我发现选的时候，好像大家的反应并不是一个你在训练赛里会掏的，更像是你自己临场想的灵机一动啊。哇，他们都不信任我，知道吧？就是每次拿这种英雄啊。他们会不会玩？都会质疑是吗？是的。哎，我听到的不是这样的，我们是听了语音的。梦兰说的是你会玩你就拿。是的，他每次都这样说。哦，你觉得这不够信任了？这样的发言？没有，他这样说，那我就偏要拿给他看。哦，那你希望他下次是以一个什么样的发言呢？我希望他下次还这样说。哦，表达对你的质疑，反而会激发你的战斗欲望，是吧？哎，那我想聊一下关于这个今天开场仪式，每次第二季的开场仪式都可有意思了。今天入场怎么又跟人家拉扯上了，纠缠在一起了？啊？失误了。你这个环节现在熟练了吗？熟练了呀，他一直给我对啊。哦，终于熟练了是吧？导演给你对得明白了。哎，包括这一轮这个刚刚开始状态就不错。其实大家打到这一轮肯定都目标去奔着卡位赛走的嘛。你们这一轮你会觉得说有哪些对手是你们特别要去研究针对的吗？DYG 吧。哦，为什么？因为上次我记得千城有对你祝福。因为 DYG 有那个项羽跟周哥吧。哦，怎么说？感觉他们俩有点强啊。哦，你要切这个两个人，你会觉得有点压力啊。是的。那撂点狠话呗。啊，狠话吗？狠话，我在前2天商业中下辅已经放过了。直接宣发一手，是吧？是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播呢，播的时候都已经打完了你们这场了，也期待你们有一个良好的对决，保持好自己的状态，好吧？好的。好，感谢花影，把时间交给评论席。
哎呀，还给咱们就是来一些小小的悬念哈，然后包括今天整体第二季的表现确实非常的不错，一场3-0，不仅拿下了大场的这个 B 组的开门红，同时还收获了3个净胜分，整个队伍的状态是越来越好了。屠杀一般的3-0，它不是普通的3-0，它是3把E star 1把比1把打得好，就是它已经完全的适应了这种生死战的这种感觉。第二季调整的是很松弛啊，而且看起来很享受这个赛场，很享受。那咱们要说E star 打的，哎呦。换了教练以后像打不来了一样，整体大家的一个状态也非常的梦游，也是不知道他们还能不能扛住。如果按照这个状态的话，好，我就直接跟你说0-5，然后直接淘汰，就这个状态绝对打不了别的队伍。这是你心肝。但是我希望他们能赢，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E star打成这样因爱生恨啊！没有恨，我纯粹是感觉E star现在有点打不来游戏了，然后队员的操作也很变形，然后。战术意图也做得一般，我感觉都不好。我感觉这个问题可能确实不是存在于一个人身上的问题，可能确实团队遇到了一些阻碍和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可以等等看能不能从采访当中去找到答案吧。让我们把时间交给英凯。好，欢迎来到赛后采访，我是英凯，今天邀请到了吴明来跟大家打招呼吧。大家好，我是武安业大 Pro 吴明。欢迎吴明。其实教练这次重新上任，算是拯救一下队伍的一个时刻。你刚接手队伍的时候是什么样的状态呢？感觉就是队伍比较混乱吧，然后拿到优势之后视野扩不出去，然后中期的一些压力给的不够吧，就拿到优势之后。这个问题成为你关注的重点了。最近在跟哪些选手在这方面的问题，可能你觉得取得了有效的进展和突破吗？其实复盘的时候都会重点的去聊这些问题。今天的比赛场上，其实从比分上来看，大家会觉得是相对否定的。但是对于你个人来讲，一定看到了很多的细节。你觉得你盯准的那些方面，在比赛场上的展现是什么样的？感觉就是今天的话，感觉选到一些需要发育、需要装备的阵容，然后前期会那种换节奏换的不够好吧。就换慢了。对，然后选到一些中期比较厉害的阵容，然后中期打的又不够猛。就是没有在强势期去发力。对。所以你在下面也看蛮着急的。但我知道今天包括大家可能对有一些阵容上会有一点小小的这个疑问，比如说看到比较复古的这个大乔中单的这个情况，其实很多队伍都没有在用了。当时选择的思路是什么？会觉得只是因为熟练度吗？其实大乔的话是我们队伍的一个绝活吧。是希望能够打出自己的一个标签特点来去。对，就是想出个奇招。那另外我看到，包括大家可能会觉得，第2把的阵容里面，你们选了梦琪加上一个坦边抗压的射手，会不会觉得输出上有点不够了？因为对面本身很难切了一个all in。所以就是那一把想选一些就是中期发力的阵容吧，然后去打强势一点。所以这个可能是不一样的思考。对，然后就是选梦琪的话，就是梦琪狂铁双前排去顶对面的all in。但是可能正面强度不够了，这是场上发生的一些没有判断的情况。包括因为你之前也是这个双冠辅助嘛，那其实到队伍里面来以后，小 A 的状态，其实你对他的指导应该是比较重要的。在这个点上，你会关注比较多吗？聊了哪些方面？小 A 的话，其实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辅助吧。然后就重点去聊一聊前期的对抗，就是视野上的一些对抗嘛。然后还有就是中期的一些节奏上的东西。所以你是期待以这个点为导向，就带动队伍在后面的比赛里面有一个好的状态，是吧？对。也期待说后面的比赛里面有一定的调整。好，感谢教练的分享，我把时间交给评论席。感觉吴明也是没招了，也分享了一些队伍可能就不只是说可能这几天才存在的问题，在整个第1轮都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所以的话，我觉得他也有点无奈跟头疼吧。但是确实是第2轮到了 B 组，时间不多，就需要尽快的调整，因为今天打的确实一局也比一局要差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把今天的一场比赛是E star打的这个赛季最抽象的一场比赛，配合失误都是最差的，希望他们能够调整过来。但是时间真的不等你，第2轮打完以后，除了前2名都要被淘汰。然后E star又没有年总积分，那就证明他们8、9、10、11、12，甚至明年1、2月份都是要休息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E star现在来说要尽快的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掉。非常艰巨，非常严峻的一个环境。
因为无名前面也点到了嘛，就现阶段的E-Star整体就是比较乱，拿了优势不知道怎么去扩，或者说是不敢扩。其实今天我们看他们局内的内容，最多展现出来的就是在置换节奏的时候总是慢一步或亏一些。对，这个也是让我们觉得他们今天状态不好。一开始看第一局就发现了一个原因嘛。因为在打团跟运营层面上，今天跟第2季相对比的话，感觉确实就是打不过。打不过，全面的打不过。当然，我觉得也是因为第2季今天状态也很好。至少第2季是一局打得比一局要对他坚决，第2节奏也快了很多。感觉他第一局先试探一下，对吧？因为毕竟来到 B 组第1场比赛，我们又说生死战每一场，先试探一下，然后第2局、第3局状态越来越好了。包括我们来看一下本局的 iQOO MVP 给到了柚子海月，这也是柚子本赛季的第一个 iQOO MVP。也是比较艰难的啊，他这把的话不停的抓住机会单杀，然后也是帮第2季扩大了领先。4分钟龙团那一波比较巧妙吧？对，那波蹲防很漂亮，没去打暴君，给了个就是让对面不知道。这波很聪明。对的。然后提前蹲了一波。但也确实，真的4分钟这波龙团E-Star会更强。然后这边的话也是直接包住，很主动他的出手都。就是海月这个英雄，我觉得确实能够非常直观的去感受到一个中单的节奏。像这玩的比较好的海月，你会发现他确实是能够就是出手比较果断嘛。对我记得上次02你采访明仔的时候，明仔就说这个海月绝对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英雄。在里面基本上你越强反方向越强，你这原地直接放一，秒放一。哎，玩海月这个英雄，你该装的时候你得装，确实，千万不能怂，你得自信。在大招里面你就无敌的。优势局的海月画面感会更强。这边 LOE 也是打满。好，本局比赛是为大家准备了语音回放，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吧。大家好，往那走，没事，不怕。我能跳到他，就一点在前排啊，不要绕阿克多。我刚点前排，我领套这波，来了，哎，我点出来了，你点，然后这边还那个元台要脱节了，我讲元台要脱节了，来，准备出来，来，你们抽，哎，元台，我这来，看，元台死，掏，给他没闪，我再看你，来，就这位置，来，上，先扫，我给他没闪，我去黑的，没毛啊，盾三，走你。拉错了，盖在坑里，兄弟，盖在坑里，盖没血了，别的是背了，来跟我，我先打，对，顶了，慢慢上，中立波，走，来，来跟我一下，我们那个压波，来，慢慢打一波，快压波吧，来，重生第1章，兄弟们， ，nice，先赢一场好吧。